今天我要來搭我認為是全世界最可惜的航空公司之一——中國東方航空。明明坐擁中國第一大經濟城市上海，資源、市場、航線全部都在手上，但不管是財務表現、國際形象，還是我每一次實際的搭乘體驗，都會讓我覺得遠遠沒有達到該有的潛力。但老實說，距離我上一次搭東方也是有一點時間了。今天這趟廣州飛上海非常熱門的國內線，而且還是在東方最旗艦的 A350，到底是讓我改觀了一趟，還是又一次驗證這種可惜？這支影片我們就一起來看看吧。廢話不多說，我們3、2、1起飛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en。Good morning from GUANGZHOU， 廣州，懂嗎？因為是廣州。這次來廣州玩了2天不到，吃了一些好料，看了一些景點，散了一些步。但知道我的人都知道，我來這裡不是為了玩，而是為了搭飛機。這次從廣州飛上海，其實已經是回程的部分了。但我這次重點其實反而是去程的部分，搭了東方的西高亞高。OK， 好，先別急着吵，那不是這支影片，之後才會上，所以如果想看的也別忘記訂閱一下哦。我快1萬了，真的啦，拜託你，愛你哦。Anyways， 我們還是趕快拉回今天的主題。第一件事就是前往廣州白雲機場。廣州白雲機場其實是蠻方便的，地鐵3號線可以直接搭去白雲機場的1航跟2航。這本來不該是一件特別困擾的事情，但我這次出發的航廈是3航哦，3航，沒錯，3航是最新蓋出來的航廈，2025年的10月30號才剛正式啟用。這個航廈是真的漂亮，延續了中國機場很愛用的無柱大空間設計。從視野上來看，真的是很震撼。再搭配上地毯、綠化以及大量木材的使用，真的會給人一種新加坡樟宜機場，只是又更大更新的那種感覺。我得承認，這真的蠻中我的審美的。走到邊邊，你還可以找到一個可以看飛機的觀景台，跟一些傳統建築的裝飾，都讓這座機場多了那麼一點點的個性。但是，那麼漂亮的機場也不完全是完美的。回到剛剛交通的部分 ，T3 的交通因為不是接連地鐵的，對於我這種使用大眾運輸的人來說，就沒那麼方便。你需要搭到 T1 或 T2 站，然後再轉接駁車或者城際列車，或者你可以提早一站在高增站下車，然後再轉公交，才能到 T3。不管是哪一種方法都沒有到很方便，都需要多抓時間。而且公交司機也都很有個性，會對空氣問候你老木的那種，所以這點大家可能需要注意一下。再來就是這個航廈，因為剛蓋好，點跟點之間的距離很大，很多東西其實都還沒開，進駐的商家也不多，所以裡面能做的事情目前真的非常有限。感覺大家是真的不太需要花太多時間在機場吧。就這樣。好啦，我們還是拉回來登機報到好了。東方航空在這裡使用的是1排，有人工櫃檯跟自助托運，其實沒什麼特別的。我唯一想講的是這個登機牌，我還是頭一次看到登機牌是跟機場綁在一起，而不是跟航空公司。然後這只羊到底是什麼東西呀？白雲機場吉祥物羊羊通。I swear there's gotta be a better option out there。好啦，過完安檢，很幸運這次登機口就在過完安檢的附近，不用走到腿斷掉。來看看今天搭乘的飛機吧，中國東方航空 MU5328-08A350。東方目前一共有20架的 A350，平均機齡5歲左右，而我今天搭乘的這架 B32DJ 僅僅3歲而已，真的是相當年輕。那事不宜遲，我們就趕快來登機這架美麗的飛機吧。東方的 A350只有一種座椅布局，4席的頭等艙，36席的商務艙，32席的豪經艙以及216席的經濟艙，分別是121、121、242跟333的座椅布局。那我今天坐的位置是39A， 椅子大概長這樣。我找不到座椅的名字，但它確實讓我覺得蠻像長榮777經濟艙的 Collins Aerospace Pinnacle Seats 的。當然，大家如果感興趣，也可以點右上角去參考一下哦。這個椅子整體還是不錯的，一個半拳頭的椅距，搭配18寸的椅寬跟3寸的後仰，以經濟艙來說算中上。其他一些比較基本的配置其實也都在，有頭枕可以上下左右，窗戶是傳統的手拉式，每3個椅子分2個萬能插座加 USB。至於頭頂上呢，則是只有孤獨的 Reading Light， 沒有 Personal Air Vent。目前看起來跟其他航空公司的寬體科技還是非常對齊的。那所以我們就繼續來看看椅背的部分吧。椅背的下面是一個大口袋，裡面藏了一個小口袋，是一隻妥妥的袋鼠媽媽。大口袋裡放了清潔袋。
安全須知，還有 WiFi 連接指南，非常的簡單暴力。那往上移動呢，就是一個折疊式的餐桌，而到最上面就是娛樂系統加遙控器加這個很會躲的 Kote Clock。這個娛樂系統還是蠻新的，11.7寸的 HD 螢幕，用起來很順。娛樂系統本身也是可以調整的，下面還可以找到 USB 跟耳機插孔。以硬體的角度來看是很 OK 的，但說到軟體，我覺得就稍微比較弱一點。UI 偏舊，娛樂內容也沒有其他航空公司來的多元。有電影、電視節目可以看，其中也不乏國際的電影，但很多都還是大陸的電影為主 ，catered for 大陸的 audience of course。這本身並沒有什麼問題，大部分的航空公司其實都是這樣的，會提供更多本國的娛樂內容。我只是想把這點提出來而已。那影音內容除外，其實也還有遊戲、精細的機上攝像頭跟 state of the art 的飛行地圖可以玩，這些就都還不錯。而且還有這個可以巡視機艙內部的3D 圖，蠻有趣的。你可以用這個看看你買不起的商務艙跟頭等艙長什麼樣子。好啦，那在飛機還沒起飛前，我也趁這個時間跟空服要毛毯、水跟耳機。毛毯雖然不是我用过最好的那種，但有毛毯我其實就已經心滿意足了。遠在加拿大的某某航空公司，飛4-5個小時的國內線，連個毛毯都不願意提供，所以我覺得我還是需要知足的。再來就是耳機，其實也沒什麼特別的，就是跟毛毯一樣，東航藍耳塞式耳機，但一樣。某某航空公司在他們國內線耳機一樣是需要收費的，想到就生氣。但我們先不要生氣，之後那期再跟大家抱怨。看起來飛機好像要開始倒退了，我們就安全影片看一看，等一下起飛後在空中見嘍，啵啵。Hello， 歡迎大家回來。我們剛剛已抵達飛行高度，空服很迅速的投入餐飲服務，但我們按照慣例，在食物來之前，先來看一下機上網絡的部分吧。東航的 A350是有機上網絡的，大家可以用自己的證件後4號連接使用。小可惜的是，他只給你10分鐘的試用版，連我的一支影片都不夠看，蠻小氣的，乾脆不要給。加上我也想提醒各位，這個網絡是非常安全的，不會被境外勢力干擾，所以想被干擾的各位，別忘記自己做好 parkour 的準備哦。我們還是來吃飛機餐好了。這次吃的飛機餐只有一個選擇，醬牛肉拌麵，看上去是真的沒有到很好吃，但不得不說，這比我想象中要豐富太多了。有一個主餐，1杯優格，1碗水果，1顆核桃酥，1瓶水，塑膠的餐具跟濕紙巾。主餐吃起來其實沒有它看起來那麼糟，有點像在吃泡麵，但又不會太乾，麵也沒有整個勾起來。我比較有意見的是，這個居然是早餐，對我來說，早上9點吃這個是真的偏重口味啦，不知道大家怎麼想。但又是一樣的道理，不到2個小時的國內航線，有熱食吃，我還是去找個膠帶把我的嘴巴給粘起來好了。好，再來看優格。大部分中國大陸牌子的優格，我其實都不太喜歡，我覺得化學味都偏重。但這個我覺得有稍微好一點，不會到死甜，也沒有詭異的味道。我們的 chemistry 有稍微好一點。OK， 新鮮水果，這個用塑膠袋包起來讓我有點困惑，到底是不是新鮮的啊？為什麼要這樣包？而且水果選擇我也想吐槽一下，橙子跟番茄，番茄我們可以直接忽略，橙子真的不考慮一下那些可以用叉子直接插來吃的水果嗎？好啦，算了，味道還可以，感覺可以原諒。那到飛機餐的最後就剩這顆核桃酥啦，吃起來就是普通的核桃酥 ，Not much to say about it。以上就是這次廣州飛上海的飛機餐，我吃完的感想就是感到意外。以我在東航吃過的飛機餐來說，意外的好吃；以2小時不到的國內航班來說，意外的豐盛。但同時，作為早餐，食物的選擇也讓我感到意外的不知道該開心還是難過，意外的困惑，意外的不知所措。哇，直接開始押韻。反正呢，還 OK 啦，我覺得可以。
好的，吃完飛機餐後，我們最後再來看看運口的地方如何吧。這裡可以找到馬桶墊、清潔袋、插座、通風口、調整水溫的水龍頭、一小瓶洗手液、Kotak、全身鏡、baby 台跟不存在的杯子。備品方面確實是比較可憐一點，但我覺得我還是想再一次提醒各位，這是短程的國內線。我的標準基本上就是不要太髒，能安靜的解放自我，我都不挑。就是這樣。好啦，回座位後，其實我們就也一路飛回上海啦，是不是有點快？我覺得這次飛東方還是有多多少少改善我對東方的印象的。一來是我終於有機會飛到東方的旗艦機型，二來我估計也跟我飛的是廣州、上海航線有關吧。對比我之前飛香港的 A320 系列，真的差很多。但這是不是好事呢？我不知道我感覺東方是有能力把他們家產品做好的，但他們好像沒什麼夢想，有種划划水不要被投訴，反正我是國有企業不會倒，混口飯吃就行的那种感覺。所以我自己的話，還是期待東航有發憤圖強的那一天啦。我相信這對於整個中國，甚至整個亞太地區的航空發展都會是好事的。但那天會不會來呢？我就不知道了，拭目以待吧。不歸，以上就是這期的全部內容。如果喜歡這種航空開箱的話，也別忘記幫我按讚、分享、收藏、訂閱。想看更多內容以及影片內幕這樣預告的，也都可以追蹤我的 IG。我如果有任何飛行，都會在那邊實況的跟大家分享的。之後從亞洲到北美，都還會有很多航空公司開箱會陸續出爐。1萬訂閱，好香，就再拜託各位嘍。下一集呢，我們來聊聊中國3大航的另外一家中國國際航空公司吧。那我們就下一期見嘍，拜拜。